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雄关要塞函谷关。2000多年前，秦人就在这里阻挡六国的百万雄师。如果没有这座函谷关，中国的历史很可能会改写。据说唐玄宗当年还在这里挖到了一件宝贝，然后龙颜大悦，就把这里改为灵宝。我们都听过"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"，这句话最早指的就是函谷关这里。紫气东来，老子西出函谷关的典故也是发生在这里，并且在这里留下了中华文化之源、万金之王《道德经》。刘邦入主咸阳之后，在这里据守函谷关对抗项羽，才有了著名的鸿门宴。安史之乱的桃林大战也发生在这里。函谷关是古代西去长安、东打洛阳的咽喉要道，河南文化和秦晋文化的交汇之地，是几千年来风云际会、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塞。而且在这里还发现了秦国的武器库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最早的雄关古道函谷关。游览完陕州地坑院，我就驾车前往函谷关，距离28公里，需要40分钟。后面这一尊就是老子的金身像了，他面容慈祥，手拿着一本《道德经》，他是综合了河南100位老人的形象塑造出来的。它的高度呢是33.3米，这个数字啊，它是有含义的。它是取自《道德经》里面的道家哲学思想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生生不息。道家认为道包含着3个层面，就是天道、地道和人道。所谓天有3宝，日月星；地有3宝，水火风；人有3宝，精气神。当年老子骑着青牛往西走，当时函谷关的守关将领叫尹喜，大清早就从家里出来了，站在一个土台上，看到东方紫气腾腾，霞光万道，他就欣喜万分，说紫气东来，必有一人通过，就赶紧叫人打扫街道，在门口恭候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就看到一个银发飘逸、气宇轩昂的老头，倒骑着一头青牛往函谷关而来。这就是我们说的紫气东来了。当时的尹喜跟老子聊得特别投机，但是老子临别的时候，尹喜就不干了。他说：“你有这么多智慧，怎么能不留下文字以泽后世呢？”这才有了那一本被称为中华文化之源的《老子道德经》5000言。后面的这一面墙壁啊，刻着5000个字。这就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了。《道德经》是分为上篇和下篇，上篇叫《道经》，下篇叫《德经》，合起来啊叫《道德经》。它的开篇就是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，提出最高哲学概念“道”。道是先于天地万物之源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天人合一，这就是老子的道。老子哲学就是由道推演而来的，所以他也就成为了道家的始祖。当年老子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之后啊，就神秘失踪了，后人怎么找都找不到。最后呢，他就成为了太上老君了。看完了老子像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往前面走。这里还有一条很长的阶梯啊，原初道家，道法自然。从这个五殿顶的大门进来之后呢，这后面呢还有一面隐蔽。这前面就是函谷关的关楼了。这一路上啊，都是挂着一些旗子啊，上面是写着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这一面就是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这地上很多石头啊，都是刻着老子的名言。这是见素抱朴，少思寡欲。因为老子呢是崇尚无为嘛。这一座就是太初圣宫，里面呢就是供奉老子的。
这里有一块石头，那边呢有一块牌匾，写着这一块石头呢就是老子曾经的桌子，说上面呢是有9条石英线，把它切割成了9层。现在沿着这一边的阶梯下去啊，就是函谷关的关楼了。这另一边呢还在建设呢。函谷关，这上面还有很多文字啊，写的都是在这里发生的一些典故，比如说鸡鸣狗盗、紫气东来、合纵取胜、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。这个游览步道啊，相当于是从关楼的上方啊往下面走，在这个关楼的上方呢，还摆放着2个大鼓，游客们呢都在这里敲一下。这里还有一条阶梯，可以上到关楼的最顶层。站在关楼的上方往下看，视野相当的开阔。这里就是函谷关的关楼了，不过呢，现在已经是一栋全新的关楼了，看起来呢还是双车道，一出一进。原本呢还想看看秦国时期的兵器库，只可惜啊，现在呢是被包围起来了，里面在施工。不然的话呢，还可以看到秦国的箭头。其实，在中国历史上啊，函谷关总共是有3个，3个都是在河南，灵宝有2个，洛阳有1个。这是最早的秦函谷关。公元前318年，韩赵魏燕楚5国合纵攻秦，就是打到函谷关这里失败的。当时被秦军斩杀了10多万人。整个战国时期，对秦国最有威胁的一次，就是公元前的298年。当时齐魏韩3国趁着秦军久战疲惫，联合攻秦。经过3年的苦战，终于打败了秦军，攻入了函谷关。但是3国联军只是让秦国归还了韩魏2国的土地就撤军了，所以他们放弃了这一次灭掉秦国的机会。然后秦始皇从这里东进，横扫6国，一统天下。李白有一首诗称赞道：“秦王扫6合，虎视何雄哉！”纵观中国历史朝代的更迭，双方必定以函谷关为争夺的第一要务。如果关中一方占据函谷关，就足以保障关中东部门户；如果中原一方占据函谷关，则关中必危。进入关楼之后啊，继续往前面走，就是函关古道了。这里还有3匹骆驼呢，非常的高大。骆驼我以前骑过一次啊，当时是在宁夏，坐在上面呢特别高，感觉随时都会掉下来一样。这就是函关古道了。想不到在这条古道的2侧啊，竟然还有一些窑洞。走过这道城门之后呢，里面就是函关古道了。大家知道函谷关名字的由来吗？因为它是处在一条深沟里，深险如函，所以取名为函谷关。函谷关紧靠黄河，始建于西周时期，是我国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。函谷关是洛阳到西安的必经之地。这条古道东西长7.5公里，沿途悬崖峭壁，道路非常狭窄，可以说是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得函谷关者得天下。这条函关古道很明显呢是经过了后期的拓宽，因为在当时啊有一句话叫做“车不分轨，马不并鞍，易守难攻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。这条函关古道啊，它不但拓宽过，而且路面呢也是修整过。因为路面上的这些石头啊，也没有发现什么车辙印记。其实到了秦汉以后啊，函谷关就逐渐的失去了它的地理优势，被旁边的潼关所取代了。上来函关古道入口处的这栋小关楼上面来看看，这里啊也是有一整排的窑洞。不过当时人们住在这里呢，也算是比较方便了，因为这下面呢就有一条现成的古道了。看完了函关古道之后啊，现在我们再去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，叫做鸡鸣台。鸡鸣狗盗这个典故啊，就是由此而来。要上一条非常长的阶梯啊，这上面呢还真的是有一只大公鸡啊。鸡鸣狗盗掩视听，可惜这是大门紧闭了。就算有开门呢，里面呢也仅仅就是一个商店而已。鸡鸣狗盗说的是，在公元前299年，秦昭襄王以齐国孟尝君为秦相，后有人进言孟尝君乃齐国人，必先齐而后秦，秦国危矣。意思就是孟尝君肯定是以齐国的利益为先，所以秦国就危险了。于是秦昭襄王就想把孟尝君先囚起来，然后杀了他。
孟尝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就托人求救于秦昭襄王的宠妃晏姬。晏姬就开了一个条件，要以天下无双的胡白裘大衣来交换出关文书。可是这件胡白裘大衣入秦时已经献给了秦昭襄王。孟尝君手下有3000门客，有一位门客能为狗盗之术，他半夜时分偷偷溜进了秦宫，盗出了胡白裘大衣。孟尝君得到了出关文书之后，还更改了姓名，以便于出关。等到达函谷关时，又是半夜时分，以秦国官规，日落闭关，鸡鸣开关。情急之下，孟尝君另一位擅长口技的门客，学了几声鸡叫，学的是惟妙惟肖。一时间，关内外群鸡齐鸣。守关人听到鸡鸣之后，打开了关门，就这样放他们出关了。等到秦昭襄王派人追至函谷关时，孟尝君已经逃离多时，真可谓是狗盗秦宫，遇难成祥，鸡鸣函关，逢凶化吉。鸡鸣狗盗这个成语即由此而来。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，是有一道灵符，就是这个东西了。在唐朝开元29年，有人跟唐玄宗说，在函谷关银禧故居里面发现了天降灵符。唐玄宗立刻派人去挖，据说还真的找到了灵符。他觉得这是老子对他的恩赐。其实这个灵符啊，是有人事先买好，用来讨好唐玄宗的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唐玄宗已经是老糊涂了。紧接着，他就把他的年号由开元改为了天宝。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唐玄宗自导自演的一场戏。